在我手上呢，这个大家伙就是三星最新的中阶平板 Galaxy Tab S10 FE Plus。那这一波 Tab S10 FE 系列主要有标准版的 Tab S10 FE 以及 Tab S10 FE Plus 2个版本。那两台在规格上最大的差别就是标准版是 10.9 寸，目前在连锁通讯大概12000多就可以入手，以平板来说算是相对亲民的价位带。而我们手上的 Tab S10 FE Plus 是国际市场上相对偏少的13.1寸大平板选择，市场价大概落在18000上下，也是我们今天主要评测的对象。同价位刚好还有 Tab S9， 我们最后也会来跟大家聊聊选购建议。所以看到三星这几代 FE 版本的 Galaxy Tab 基本上就是走不错的萤幕搭配中阶硬体，但软体功能尽量从 S 系列下放的一个系列。除此之外，这代也继承了三星 Tab S 系列平板的优良传统，在盒装内就直接提供了 S Pen， 对于有笔记需求的朋友来说，不用额外购买 S Pen 也是历代一大重点。嗨，欢迎回来，我是绿子，今天就是要来实测三星中阶平板 Tab S10 FE Plus， 一次从外观、续航、效能实测重点聊聊。话说，很多人来说，邦尼，你们好久没做平板评测了，所以我们决定让邦尼超认真短评测重出江湖。这集节目我们会完全 focus 在重点实测上面，然后邦尼频道招牌的各种详细实测都有。不过因为节目时长的关系，如果有任何没提到的，就请大家底下留言讨论啦。首先，我们还是来看 Tab S10 FE Plus 的外观设计，但是我不讲废话，讲重点就好。今年的 Tab S10 FE Plus 维持了近期 Tab S 系列都是采用了横向排列的家族式 ID 设计，并且因为机背采用的是整块铝合金机身，所以虽然是中阶机种，但整机的质感还是在线的。话说，还有一个小亮点是 Tab S10 FE Plus 虽然是中阶定位，但三星居然也加上了 IP68 防尘防水等级。我们说过很多次，支援防水绝对不是要你带着平板下水，重点还是日常使用更无忧。比如说给小朋友使用，就不用担心水打翻、背包淋湿这些事情。我觉得不管是对大人小孩，都算是相当实用的功能。要不然平板不小心打翻进水，是真的很烦。顺带一提，盒装内随附了这支 S Pen， 也是 IP68 防尘防水的哦。而在机身配置上，所有按键都在右侧，电源采用了结合指纹辨识解锁的设计，碰一下就能解锁。同时也支援脸部辨识功能。另外，三星在 Tab S10 FE Plus 上依旧保留了 microSD 卡槽的设计，支援 SD 卡在平板上也是越来越少见了。接着，我们就直接来看平板最重要的萤幕表现。这代 Tab S10 FE Plus 最大的更新点，就是从上一代的 12.4 寸升级到了更大的 13.1 寸 LCD 萤幕，并且支援最高 90Hz 高萤幕更新率，萤幕解析度也从1600×2560一举拉到了1800×2880，也就是超越 2K， 有些厂商会说是 2.8K 甚至 3K 解析度的萤幕了。并且萤幕采用的是更好用的16:10萤幕比例，不管你是要左右双开做笔记，或是看影片也还 OK。其他官方数据我就不念了，我们直接进入到亮度实测环节。经过我们实测 ，Tab S10 FE Plus 的这块萤幕在亮度表现上非常强势啊。在全白萤幕之下 ，Tab S10 FE Plus 可以达到939尼特的最大亮度。以13.1寸大尺寸萤幕来说，这个亮度应付室内、办公室、教室的灯光是完全够用的。老实说，在这之前真的没有想过，这台居然有着达到近1000尼特的亮度表现。三星这代的萤幕真的给得不错，难怪当时第一眼看上去的通透感非常不错。不过看亮度还不够，接着来测色域色准。在显色表现上，三星提供了鲜艳和自然2档选择，我这边全部的显示模式都测了，直接讲重点。那本期节目肯定不是业配啊，还请大家多多订阅邦尼，按下订阅按钮支持了。订阅完全免费，但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。当然，节目制作不易，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，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。你订阅按钮按了吗？按了吧，我们就来讲色准。在意准确性的朋友，请直接选择自然模式即可。因为系统限制，目前无法进一步实测 P3， 所以经过我们实测，在 sRGB 之下 ，Tab S10 FE Plus 可以达到 96.7% 的 sRGB 色域覆盖，成功做到色域限缩，但蓝色略有偏离，色准表现不错。sRGB 的平均色彩丢台1来到 1.85， 色准给过，但因为蓝色略有偏离，所以最大丢台1来到 4.17。最后在音效上 ，Tab S10 FE Plus 搭载双喇叭对 Dolby Atmos。片尾邦尼也提供一组对比让大家参考。
接着我们来看很多朋友关心的效能。我们手上的 Type S 10 Plus 与先前开箱过的 Galaxy A56相同，两款都是搭载三星新一代的 Exynos 1580处理器，采用的是自家4奈米 FinFET 制程，搭配上12GB 的 RAM 以及256GB 储存空间。此外，作为三星的亲儿子 ，Type S 10 Plus 的更新年限还是很有诚意的，提供到了2032年4月30号，总共7年的支援更新。这几年三星的更新时长都可以说是诚意拉满了。不过在效能上，我们还是看实际表现。先看 CPU 效能，先看 Geekbench 6，单核部分拿下1355分，多核3905分，多核大约略高于当年的 Snapdragon 888。而在 GPU 部分，就是这颗处理器比较特别的地方了。Type S 10 FE Plus 搭载的是三星第3代的定制 GPU Xclipse 540，实际表现上，我们先来测 3D Mark Wildlife， 这个提升也是非常明显的。Type S 10 FE Plus 拿下了5099分，对比上一代的 Exynos 1480，提升来到 30%。那数据我就不再继续往下讲了，有兴趣的朋友，这颗处理器我们在 A56 已经有详细分享过了，稍后可以前往观看。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游戏实测环节。帮你团队一样为了降低环境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，我们的所有测试都尽可能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。我们直接进入到效能测试软体原神。那中阶我们统一测原神离月港中画质，连续玩30分钟。Type S 10 FE Plus 平均达到 44.5 帧，从阵列图上也能看到，基本上没有撞到任何温控墙，这是这颗处理器可以做到稳定的效能输出。正反面温度也非常低，正面36度，背面更是只有 33.6 度，大平板的散热是没有任何压力的。而在续航上 ，Type S 10 FE Plus 拥有109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，这么大的一块萤幕，加上平板都是室内用，建议全程90Hz 比较舒服。经过我们实测，受益于这代 Exynos 1580能耗表现也还行，续航表现很不错，拿下了13小时17分的好成绩。毕竟搭的是10900毫安时的大电池啊，以平板来说，续航是非常够用的。而在充电上，老样子 Type S 10 FE Plus 最高支援45瓦快充，在邦尼0到100的快充测试中，半小时充满 40%，1小时充满 80%， 完整充满则是耗时1小时37分。此外，这台算是中阶定位，跟 A56 一样不支援完整的 Galaxy AI， 但一些基础的功能还是有的。比如说我最推的 Circle to Search 搜寻圈，这个功能真的是目前最真心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的 AI 功能。用法也很简单，只要按下底部的小白条，接着出现这个魔幻的界面，就可以直接圈起来，透过 AI 辨识搜寻。还是那句话，不知道的事情按住直接圈，相信我，人生会少很多问题。此外 ，Type S 10 FE Plus 也支援物件橡皮擦的功能，可以快速移除旅游景点乱入的路人。又或者是动物园最烦的玻璃反射，你可以用清除反光快速消除玻璃上的反射。不过相较起这些，我说过很多次，平板是一个比较吃软体生态的产品。那三星平板最著名的还是整套的三星生态。那所有的功能，我们在 Type S 10 Ultra 这集评测，以及过往所有的 Galaxy Tab 评测都有详细聊过了。不过这期节目虽然是短评测，但还是挑几个比较重要的功能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，三星手机、三星手表以及三星平板这3个装置就可以无缝串接在一起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在设定里面把跨装置接续通话与简讯打开，马上三星手机、平板、手表的通话和简讯已经全部串接在一起了。比如说，现在有人打电话给你，除了你的手机会响之外，你的平板、手表也都会响，而且你还可以在手表、手机、平板之间切换你要在哪个装置通话。那不止通话串起来，简讯也串起来了。当有简讯的时候，所有三星装置都可以收到。这个功能在你需要填写简讯验证码的时候非常实用，就不用起身去拿手机了。接着来说第二个好用的功能，当然就是随附的这支 S Pen， 你不用额外购买，盒装打开就有。对于有笔记和绘画需求的朋友，可以说是相当友好。那这支 S Pen 虽然是送的，但它采用的是很强的电磁感应技术，可以做到极低的延迟表现。最重要的差异是 S Pen 不像一般的触控笔，手感像是拿筷子戳萤幕。三星 S Pen 的笔头柔软有弹性，不用类纸膜的手感就已经很不错。不过稍微可惜的是 Type S 10 FE Plus 就没有旗舰新增的超强抗反射涂层，反光就是一般亮面平板的常规表现。那 S Pen 有几个好用的功能，比如说新版的智慧选取 AI 会根据你圈选的内容给出快速建立。比如说当你圈起网页中的图片，它就会建议可以复制图片建立 GIF。这个功能很好玩，你只要按下录影，它就可以把任何画面录成 GIF 档，根本是梗图制作神器。甚至可以复制图片上的文字。
另外，如果你不想打字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透过 S Pen 在输入框写字，你看它就会自动把手写变成文字。下一个第3个重点，我想来聊三星平板最大的优势和特色 Samsung DeX。没错，虽然这台定位是中阶，但三星并没有拔掉好用的 DeX 功能。Samsung DeX 绝对是三星老用户最喜欢的功能之一。那 DeX 目前有新版和经典2种操作模式。用白话文来说，经典模式就是可以把三星平板1秒变成类似电脑的操作界面，开好几个视窗，做报告、做文书作业都好用。那新版的 DeX 概念就不同了，新版 DeX 是在平板的基础上加上多视窗操作逻辑，然后再搭配上 Text Bar 功能，所以在多工上会比一般模式更好用，算是在平板和类 PC 中间的选择。大家有去现场玩的话，一定要试试看 DeX 模式。那关于 Samsung DeX 更完整的介绍和细节，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结束后参考 Tab S10 Ultra 完整评测，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。最后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原本就很好用，但升级到 One UI 7之后更好用的第二荧幕。简单来说，你平常用 Windows 电脑工作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三星平板变成电脑的第2个荧幕，或是笔电的第2个荧幕都可以。那为什么更好用了呢？因为从 One UI 7开始，你只要在 Windows 电脑上下载 Second Screen App， 然后在实验室里面打开 USB 连接功能，这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你只要透过一条 USB 线，就可以透过有线连接的方式，把你的三星平板变成电脑的第2荧幕，并且因为是有线连接嘛，所以体验上延迟就是更低、更稳，整个操作流畅很多。那对 Windows PC 用户来说，你这样就不用花钱买第2个荧幕，三星平板就是你的第2个荧幕，拿来创作软体、放素材、看文件、开通讯软体都超级好用，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好了，软体重点我就先讲到这边。那平板的使用教学、Samsung Notes 教学、Good Luck 教学，我们频道先前就有详细介绍过，我就不展开来细讲了，要不然到时候就变成一则30分钟的短评测。最后稍微带一下相机规格，这一代的后置镜头升级到了1300万画素的主镜头，但是移除了800万的超广角，自拍镜头也是1200万的广角镜头，所以如果有一些线上会议或者线上课程也够用。节目的最后来聊聊选购建议。其实这次比较无忧入手的还是 Tab S10 F1 的标准版本，22000左右的价格还内建 S Pen， 对于给小朋友上课、日常看影音娱乐来说非常够用。那整套好用的 Samsung Notes 画画软体也都支援，算是相对亲民但功能完整的选择。而有没有需要上 Tab S10 F1 Plus， 最大的抉择点其实就是是否需要 13.1 寸更大的荧幕。要拿来追剧肯定是更舒服的，如果只需要一块大荧幕追剧，那这台绝对是足以胜任。那还有一个就是会拿来用 DeX 模式，或是想要活用平板，要把平板当成第2荧幕使用的朋友，那这个价差就会值得。那如果不是以上需求，想要找的是效能更好，可以玩一些主流游戏，需要软体更顺畅，那肯定就是 Tab S9。就算放到现在此时此刻，这台的整体规格还是能打。尤其那块挺强的11寸 OLED， 再搭配上现在2万不到的价格，以国际市场现有的平板选择来说 ，Tab S9 还是可以继续称霸国际市场 OLED 神机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。虽然这集是短评测定位，但我们还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实测，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。如果还有任何问题，或是帮你这边没有测到的，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。关于更多新机讨论，也欢迎加入邦尼社团或是三星专属讨论区，一起参与更多新机话题吧。最后，节目制作不易，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。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，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。我是驴子，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喽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